两个城墙之间就是死亡禁区啊！你好，ciao。你可以在这里注册运营公司，在这里买房投资，就可以轻松获得临时居留权。目前最新的政策，仅只用3年连续居住就可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，连续居住满5年，并掌握最基础的塞尔维亚语，就可以申请规划入籍。虽然现在我还没有到塞尔维亚，但是我坐在从挪威飞塞尔维亚的飞机上，我有感觉出几个特点。第一是塞尔维亚人的这个精神面貌和我们中国人确实很像，虽然他们是白种人，对吧？然后是欧洲这边的人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精神面貌就感觉气质吧，和中国人特别像。塞尔维亚人整体长得非常的高，基本上我不管是这边的空乘还是这边的乘客，我看基本上都很高。小朋友长得特别好看，当然大人也很帅，长得很好看。但是小朋友这边塞尔维亚的小朋友，我刚看了一下，都长得特别好。就是长相这一块应该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。就是我现在在到塞尔维亚前发现的3个特点。塞尔维亚给我的印象，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发展的相当好的。看这个机场，这个地板全是木的，然后整个的这个机场 International Arrival 的全都是修得非常好。还有一些墙上还有一些抽象派的画作。坐了1天的飞机，累得够呛，但是感觉很兴奋，到了这一个新的地方，非常喜欢这种探索的感觉。我现在坐到这个车上了。大家好，看到我背后的这个古城墙了吗？我现在就是在这个贝尔格莱德要塞这个遗址中间，非常有感觉的一个地方。哇，看这边应该是一个教堂 ，It's an Orthodox Church。这个画，看上面这个画，非常东正教的特色，所以贝尔格莱德叫白色的城。就是应该最开始它建成的这一批石材，就是用了这种白色的这种石头。这是位于贝尔格莱德要塞内的鲁日查教堂，是塞尔维亚最古老、最具特色的东正教堂之一。教堂坐落在要塞北侧的城墙下方，靠近多瑙河畔，外观朴实却又充满历史气息。该教堂最早建于中世纪，原为军队专属的礼拜堂。奥斯曼占领时期曾被毁，后于第1次世界大战后由塞尔维亚军人重建，因此教堂内部的装饰极具军事特色。吊灯由弹壳、军刀和步枪零件打造而成，象征着战争与信仰的融合。教堂内的壁画与圣像庄严典雅，体现着塞尔维亚东正教艺术的传统风格。每日夕阳时分，从教堂台阶眺望多瑙河与萨瓦河的交汇处，景色是壮丽而又宁静的，让人深切感受到信仰、历史与自然的交融。贝尔格莱德城堡是从罗马时期就开始修建的防御工事，历经拜占庭、奥斯曼和奥地利帝国的扩建，所以你能够看到各种风格的城墙、炮台和城门。这里不仅是历史的见证，也是当地人散步、休闲、拍照的热门地点。来贝尔格莱德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充满故事的城堡。两个城墙之间就是死亡禁区啊！你好，ciao。我还想分享一点我的感受啊，就在塞尔维亚过来旅游，或者说旅居的一点感受，就是其实在这边完全不需要会塞尔维亚语，这一点语言问题完全没有担心，因为塞尔维亚它是一个被无数个国家包围的一个中央地区，周围所有不同的国家都说不同的语言，对吧？它以前这里是南斯拉夫的首都，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组成，然后现在南斯拉夫已经解体了，分裂成了很多的国家，然后周围它又和欧盟的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、匈牙利，现在还有克罗地亚，这些国家都是紧挨着。
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英文氛围非常好，基本上大家说英文完全可以在这边很惬意的生活。当然你要会几句经典的塞尔维亚语，我觉得会3个词就够了，只用3个词。第一个是 ciao， 因为他们打招呼和再见都和意大利语一样，都是说 ciao， 就是你跟人打招呼说 ciao， 然后跟人说拜拜也是 ciao。然后其次呢，就是yes 是的这个词叫做 da， 这个就很简单 da， 是吧？就像那个马蹄达达的马蹄的那个发音 da， 这个词是他们每天说的最多的，反正你就点头你就da就行了这个很好记。然后他们说 no 呢，说不呢，就是 ne， 是吧？这也很简单 ne 用拼音来拼的话 ne， 就是这3个词，基本上大家会ciao da ne 这3个词，我觉得这3个塞尔维亚语的词完全可以在塞尔维亚搞定所有事情，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说英语，不能说英语的一些就是低学历人群或者说年纪大的人群呢，你基本上会这3个词，也能通过手语或者说body language 跟他们来一个沟通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，更多有趣的事情我慢慢给大家介绍。OK， ciao。漫步在贝尔格莱德老城区，就像走进一座有生命的时光历史博物馆。古老的石板路蜿蜒向前，两旁是充满岁月痕迹的老建筑，墙上斑驳的色彩述说着塞尔维亚的过去与坚韧。街角的咖啡馆里传来浓郁的咖啡香和轻柔的塞尔维亚音乐。老爷爷坐在露天座位上，悠闲地看着街景。偶尔你会听到教堂的钟声，或看到街头艺人拉着小提琴，为这座城市增添一份浪漫与灵魂。这里的节奏不快，却让人沉醉。你可以在日落时分顺着卡莱梅洛丹公园走到贝尔格莱德要塞，看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的金色光芒。这一刻，你会明白，贝尔格莱德的美不在宏伟，而在它那种平静而真实的温度。我带大家开箱一下我的酒店哈。我刚刚把东西放进来，然后带大家完整的看一下这个酒店。首先是有一个室内的浴缸，然后是个大床，双人大床 king size， 这边有一个衣柜，然后这边是屋外的环境，带大家看一下哈。它是这样的可以换气的一个设计，换气的这种设计。然后屋外就是你看对面也是这样的民宿，这都是市中心的，相当于老民房吧。老民房大概是4到5层的老民房改建的酒店式公寓，然后还挺小清新的。你看外面都种着这些爬山虎，然后这是对面的房，然后大家看这些建筑的风格还挺有意思的啊。那我们继续看房间。这是我订的一个大床房，对，带浴缸的。然后这边是厕所和浴室，浴室算是这个的一个亮点吧，它是单独的一大间浴室，而且是一个双人的，因为它是双人大床房嘛，是一个双人的浴室。然后还有2个洗手池，2个池加上空间，就是这个浴室的空间都可以相当于那种小酒店的1间房了，就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，很舒服啊。这边是电热水器。然后是电吹风，它这个应该算是老城区很经典的一个民宿式的酒店了。大家猜猜这个酒店多少钱？酒店的价格差不多50欧，当然50欧可能和东南亚某些落后的国家比不算便宜，但是和欧美的主流发达国家相比，像这么大一个房间，在城市的最中心，老城区的最中心，就是旁边，就我下楼就是贝尔格莱德最有名的景点，叫做贝尔格莱德城堡吧，城堡遗址，就是我下楼就是遗址，就是整个国家第一的景点吧，相当于故宫长城。然后50欧的这个价格，我个人觉得对比美国起码是大概300欧吧。美国类似的酒店，如果是这种地理位置的话，至少是300欧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。当然，大家觉得这个塞尔维亚的住房价格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更多更好的建议，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哦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一个塞尔维亚的街头餐馆，也算是一个这边评价很高的餐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吃什么。
这边英文都叫做 Grill Specialties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烧烤，特色烧烤。看一下什么叫做这边的特色烧烤啊？看一个饼，一个这个很薄的饼，里边放一些这个奶油，放一些奶油之外呢，然后洋葱、烤肉这样子吃，这个算是就是塞尔维亚一个最有特色的美食吧。OK， 那我们马上开动来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吃。在贝尔格莱德一定要试试这个 Shevapi， 它是塞尔维亚人最爱的街头美食。咬一口，你一定能够感受到整个巴尔干的味道。味道极佳，因为它是把那个辣椒混合 cream cheese， 也就是奶油加芝士再加洋葱混在一起，这个搭配特别好吃。贝尔格莱德或者说塞尔维亚整个国家，今天给屏幕前各位全球人的最大机遇就在于，它正站在欧洲版图中心位置上，一个被忽视但正在觉醒的黄金缝隙里。这里不是西欧的高门槛，也不是东欧的旧体系，这里公司和个人税极低，生活成本也相当的低，却能够自由通往整个欧盟市场。你可以在这里注册运营公司，在这里买房投资，就可以轻松获得临时居留权。目前最新的政策仅只用3年连续居住就可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，连续居住满5年并掌握最基础的塞尔维亚语就可以申请规划入籍。再有一点，一旦取得居留权，重新定义人生的第2总部，你就可以轻松在塞尔维亚这个非 CRS 国家开立个人和公司的银行账户。在这个资产裸奔的时代，你是不是该考虑为自己的全球资产配置开启加密模式了呢？用东南欧的成本做全世界的生意，在贝尔格莱德你会发现街角的咖啡香混着多瑙河的风，古城区的石板上跑着创业者、设计师和自由职业者，他们来自世界各地，都在这里。贝尔格莱德不是巴黎的浪漫，也不是伦敦的忙碌，它更像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地方。如果你渴望自由，成本可控，机会真实，塞尔维亚正是那个属于现在的窗口。坐在从贝尔格莱德到尼斯的车上了，一路向南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，出了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然后，当然，对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来说，尼斯这个城市的房价会比贝尔格莱德低很多，所以这对大家来说又是一个机会。如果对价格比较敏感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尼斯作为一个，当然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。它是塞尔维亚的第3大城市。晚一点我们就去看看呗。